通常我们一般肩颈酸痛最主要的问题是哪边的问题是你临床上看到比较多的呢？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在于我们头的位置。看手机、看电脑荧幕，渐渐的我们身体会越来越前倾。对，很多时候它的背痛也是因为头部的支撑。如果你只要往前一点点，例如说好像15度就会变成12公斤，如果到60度的话就会变成27公斤。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的颈部？就是说让它能够回到正确的位置。我的想法都很简单，我们就把它反过来。大家还是会觉得肩颈酸痛嘛，那可以怎么样去做舒缓？我们就会教他练一个把肩胛骨回正的一个动作。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我曾经听到一个案例呢，有一个女患者因为肩颈酸痛去找医师，那医生就发现说，她是因为背包包的关系，所以建议这个女患者呢从时尚包变成双肩的背包，但是最后呢又变成登山包，因为登山包它在髋部的这个部位呢，它有一个带子，所以背的话可以固定在这边。但是到最后呢，竟然建议她拿登机箱。那如果我是那个女生的话呢，我可能就不会这样子做了，因为呢，毕竟想要背好看的包包就是为了要好看嘛，所以你拿了一个登机箱，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解决这个上背痛还有肩颈酸痛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请到的是金河中医诊所的物理治疗师潘家豪医师，潘医师您好。嗨，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疗师，谢谢大家。想请问一下，因为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肩颈酸痛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它就是因为跟那个肌肉的使用错误它是有关系的，或者是说我们长期的姿势不正确有关系的。那请你讲一下，就是说，通常我们一般肩颈酸痛最主要的问题是哪边的问题是你临床上看到比较多的呢 ？OK， 因为以现在来说，我觉得3C 产品大家使用的频率非常非常高，时间都非常长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在于我们头的位置。像很多时候头的位置通常都会远离我们的身体比较多，就像我们看电脑荧幕或看手机、看电脑荧幕，渐渐的我们身体会越来越前倾。对，这个部分来讲，我觉得是第一个最容易造成累积，造成酸痛的一个关键的点。所以我在临床上很多时候病人来看，无论是头痛、肩颈酸痛，甚至落枕，还有肩膀的问题，通常我都还是会先回头确认一下他头部的位置，这样。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就算我肩颈痛，或者是说我的背痛，因为我们刚刚在讲上背痛，其实它从脖子到这个肩胛骨的下缘都算嘛。但是其实就算是背的问题，你也会先从脖子的问题开始解决。通常我们在临床上的经验累积起来说，很多时候它的背痛也是因为头部的支撑，因为当我们的头离开身体越远，或者是越往前弯的时候，这个时候头部的重量它其实会倍增，对，它是有一点像是力举或杠杆的那种感觉，所以当你越弯越前面越往前推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背部或甚至到您说的肩胛骨的附近，它所需要负担的压力或者是这个沉重的那个状态就会更辛苦一点，这样。对，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图表，他就说大概人的那个头的重量是5公斤，如果你只要往前一点点，例如说好像15度就会变成12公斤，如果到60度的话就会变成27公斤，所以无形当中我们这个小小的颈椎其实承重量是非常重的。对，没错，而且也要想，其实我们在撑的时候，就像我们一般使用电脑或手机，很少有人在5分钟以内用完的。对，我们通常随便一用都1-2个小时，追一个剧等等，或者是你赶一个报告，通常都是好几个小时起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长时间的累积。很多时候我都会给病人一个小小的测试，是说，像我们的头部的支撑，你没有办法感觉它有多辛苦，你就拿一个2公斤或5公斤好了，我们就这样水平举着，你这样只要撑你要撑5分钟或撑10分钟，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肌肉的爆炸。对，那所以其实回过头来回想我们的脖子跟肩颈，其实它也是承受一样的事，只是因为我们太习惯这件事了，所以渐渐的你都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直到它真的受伤或真的不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原来我一直在操爆它这样。对。好，那如果说针对这个上背痛，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的颈部，就是说让它能够回到正确的位置？因为我自己也会发现说，我就算站得再直，很多人都会一眼就看出来我的脖子是超伸的。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维持这个姿势久了之后，其实你的前侧跟后侧他们的肌肉束已经呈现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所以当然我们会希望能够教导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的头应该回到哪一个位置才是休息的位置，或者是放松的位置。所以其实在调整上我觉得不会太困难，只是我们要把一些习惯用的肌肉跟不习惯用的肌肉把它校正回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示范一下吧，对，很想要知道怎么做。好，所以像一般来说，我们你帮我正常放松做就可以了。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通常会 check 就是你的头部的姿势。那通常我们最常就是把头往前伸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下巴到脖子之间这个距离的肌肉是被拉长的，那后面的肌肉是被缩短的嘛。对，所以一个被拉长，一个被缩短。所以我的想法都很简单，我们就把它反过来。所以你势必一定要做出一个收紧下巴的动作，然后让前侧变短，让后侧变长嘛。可是这个时候它还是倾斜的，所以我们在慢慢的收下巴的情况下，慢慢的再帮我把头抬回来正中的位置，对，抬回来到一样的位置。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至少它就会比你原本没有特别注意的时候的位置会再更好一点。那再更好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把头发稍微先带过来这一边。好 ，OK。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先帮我收下巴，对，我们先收紧下巴，然后呢，再慢慢的帮我把头扶一下，对，抬高之后再收一次下巴，收紧下巴，然后头稍微低一点点，在视线水平就好。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会去 check 说这个脖子它的曲度，因为一般来说，通常在脊椎还是会有一点点曲度，只是我们要尽量让这个曲度不要曲度过大，或过往前弯这样子 ，OK 吗？但是我怎么样知道说我的姿势是不是正确的？因为刚刚其实我一直在往内缩，然后头抬起来以后又在往内缩，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说自己是不是在对的位置上？在对的位置，通常在情况下，因为先我们在示范的时候，我们是在坐着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说，当然各位如果在家里或者是在办公室，你能够找到一个墙可以当做你后面依靠，其实你背靠着，然后你头在收的时候，你的头后面就会去靠到墙。对，所以我会建议说，刚开始练习，如果你不是那么清楚你头部的位置的话，你可以找一个辅助，就找一面墙去靠着，试试看能不能让你的头跟身体都能够靠着墙，然后再去收紧下巴，这样的话，其实它就会做一个很好的校正。其实我发现靠墙其实是蛮好用的一个辅助工具，就是其实蛮多动作都是需要透过靠墙去做这个动作的。好，那医生你会建议大概刚刚开始的人要多少时间去做这个练习呢？因为我觉得就我自己来讲，就算我已经很注意了，我还是常常会不小心就变成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基本盘来说，我觉得你当我训练一次大概8到10秒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量。我已经调整好之后，我在这个位置下维持8到10秒。那你说次数的话，我会建议可能如果你有这个时间上是空档的话，你可以做到大概10次。我会建议一组是10次，因为有些人会建议说做到15次或20次。其实我觉得我会认为我们能够把这个长时间的累积做一些阻断，让它分成很多段的话，这个时候它的压力累积就不会一次造成这么大。所以我会建议说，可能你30-40分钟，或者是50-60分钟，就要帮我做一次这个动作。所以真的30-40分钟，不管是这个或者是眼睛的保健，好像这都是一个医生常常建议的数字。对，可以休息的时候可以做很多事情。真的是。好，那刚刚我们讲到上背痛，第一个我们先调整了我们的脖子，让它的重量不要增加我们这边的压力。那第二个，因为大家还是会觉得肩颈酸痛嘛，那可以怎么样去做舒缓？OK， 很棒。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在临床上还会遇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头部的位置完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耸肩。对，很多人会非常习惯耸肩，不论你用电脑或者是你任何，也许你稍微比较焦虑或比较紧张的时候，你都会有耸肩。所以我们在做第二个肩颈的训练的时候，建议的时候，我们就会教他练一个把肩胛骨回正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就要站起来一下吧。好吧，我们站起来一下。对，然后你帮我正常放松站着就好。那等一下我们做的动作呢，是我们来把这个髋关节的部分呢，稍微有一点点往前屈髋的动作。对，这样膝盖弯没关系，膝盖蹲再蹲一点点，对，很好。然后往前。对，那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说这个腰不要让它变成圆的，对，不要像一般对，不要驼背的那种弯腰，然后也不要过度的去压这个腰，对，不用去折，对，因为像有些在瑜伽的时候他们会有所谓的猫牛式嘛，对，但不要，我们就是找到这个平的位置就好。所以如果说在家里练习的话，可以找一面镜子，或者是请别人旁边帮忙看一下。对，那确认好腰的位置之后，我们把2只手自然垂放，通常都会跟病人说，来，我们比个赞，对，比个赞 ，OK， 然后手自然垂放之后，下一个我们稍微收一点点下巴。每一次动作之前，我们要先校正一下胸椎的部分跟颈椎的部分。确认完之后，等一下我们稍微往外转45度。对 ，OK， 那等一下我们的手呢，就是沿着45度的方向，慢慢的平举到你的耳朵旁边。对 ，OK， 好，然后撑一下，大概5秒钟的时间。好，再慢慢的放下来。
等一下我们再来一次好吗？我们再来做一次，就是你帮我把拇指往外转到45度，然后慢慢的往上两侧打开，慢慢做就好，不要做太快，慢慢的带，对，这一次比上一次好。因为对我来说，我的感觉会是上一次做的比较快，它就会比较多的耸肩。所以各位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帮我把肩膀能够注意到，不要把它带起来，不要变成耸肩，因为我们是希望它把它往下拉，而不是往上抬，这样 OK 吗？ 第二个方向，我们再把它转到180度，转到180度，对，然后在180度的情况之下，沿着水平的方向，慢慢的抬到这里就好了，不用太高。记得这个动作，很多人在做的时候，病人会做错，他会把胸椎往前推，这样子，对，他会很像是要夹肩胛骨，不是要把胸往前推，我们不是要把肩胛骨夹爆，然后把胸推出去，不是，我们要做的是肩胛骨的校正，跟重训的想法还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OK， 好，我们再来一次哦，一样，我们就是水平的打开。对，水平的打开到这个位置下 ，OK， 这样子平行的状态下就好了。OK， 一样在这个位置，我的建议是停留大概5秒钟，修正一下肩膀，注意一下腰，注意一下脖子。OK， 好，慢慢放下来。这样的情况下就完成我们的这个动作，有2个方向，一个是45度，一个是180度的方向，这样，好吗 ？OK。其实也练到脚，对，会有点酸了。对，为什么有些动作下是坐着做跟站着做？主要就是也是要希望大家可以再多转换一下姿势，因为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说，那我这样一整天工作下来，到底怎么样可以很快速的缓解这些疼痛？对，也许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做完这么多组，我就会建议他说 ，OK， 那你就帮我至少30-40分钟变个姿势，换一下姿势，你的肌肉才不会一直处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对，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潘医师。今天潘医师教的这些呢，都是可以徒手完成的。那就像刚刚潘医师讲的，肌肉它是需要记忆的。那就是像我自己本身的话，就算我站得再直，其实常常还是会那个颈椎前引。所以呢，我们就是多给自己一点时间，这样子做练习，就不用多，但是就是持之以恒这样。对。好，那我们今天谢谢潘医师，谢谢您，谢谢。再帮大家做一次总复习，解决下背痛第一招要先从回正颈椎开始。首先缩下巴，再将视线移回到视线水平，然后再收紧一次下巴。第二招归正肩胛骨，我们将髋关节屈，膝盖微蹲，背打直但不塌腰，将重心尽量往前移，双手自然垂放。第一个方向，双手比赞，拇指外转45度，然后沿着45度的方向慢慢上举，靠近耳朵或自己能举到的最高高度即可。注意上举时不耸肩，停留5秒钟后慢慢放下来。第二个方向，拇指外转到180度，双手往两侧打开，上举到与肩同高即可。确认上举过程中不耸肩，尽量缩小腹，停留5秒钟后慢慢放下。